普在这个月他要就任美国总统，大家都在等待川普上任之后，这个世界的新秩序会如何？我们看到川普不断强调他要美国优先，而且现在非常清楚摆明他的唯一敌人，他的首要敌人就是中国。而美中的关系在未来的4年里面，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变化，会有怎么样的进展？而现在中国出现非常微妙的变化。我们知道，在过去这几年里面，中美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因为中美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就看到在网络上，在微博上面，小粉红对美国是极尽各种的攻击，极尽各种的羞辱。可是现在画风完全转变，包括我们看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在讲，在吉米卡特获释的时候，甚至在谈到了这个双方的建交的关系的时候，你看到底下的留言跟过去的态度、跟过去的画风完全不同。他们现在在讲说，哦，美国才是中国的好朋友，中美的关系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双边关系。你觉得这只是个别人留的文章吗？那当然不是，那是那个中国政府的态度。但中国现在对美国极力的示好有用吗？看起来是完全没用。因为我们看到川普在他的海湖山庄进行记者会的时候，他说他夺回2个地方，夺回哪里？夺回巴拿马运河，还有他要拿回这个格陵兰。拿回格陵兰，他的一个重点就是这2个地方竟然都被中国控制，特别他还暗指巴拿马运河里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里面驻守，所以我表面上是我要拿下格陵兰跟巴拿马运河的主导权，可是对于川普来讲，这个竟然是他一个中美争霸战的重要旗帜。这2个旗子下去之后，我才能够完全的制霸中国。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的帮首席的财经专家黄世松，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姚维珍，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张宇轩，好，第5位是战略专家李明辉，大家好。这个月川普就要就任美国总统了，那大家都在等待新的秩序到底如何，所以大家都开始做一些转变。我觉得中国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中国之前不是讲嘛，2国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然后碰到了美国某几顾后，对，之前也不过是去年2024年的12月27号，美国驻华大使馆也有讲话，讲话了以后他们讲，梅地就是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混乱根源，收回你的虚伪，少给我假惺惺，你这个2个地方都要搞。他说俄罗斯入侵别的国家叫做入侵，美国入侵的国家叫做政权更迭，把他骂到狗血淋头。对，结果呢，现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居然讲美国才是中国的好朋友，中美关系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双边关系。对，没错。那中国目前为止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显然川普虽然嘴巴说，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川普是步步杀招，准备要让中国陷入前所未见的困境。所以呢，中国就出现一个转变。你看刚才念的是什么？去年12月27号，美国驻华大使馆他讲了这个亚塞拜然的空难之后，下面全部都在骂美国。你看什么猫哭耗子假慈悲，骂了真惨。连我收回你的虚伪，连我们要祝福亚塞拜然那些这个受难者的时候，他们还这样骂。你看好，那另外一天是什么？他也是驻华大使馆发，他说他这个要跟中国打好关系。他说你知道吗？美国驻华使馆的吉祥物这个鹰小美也是一只白头鹰。那你知道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这是一帮鸟人。然后这个偷子鸟，把美国骂得很惨还讲说你美国什么是白头鹰？你美国的国鸟应该是秃鹰。对，所以你看把秃鹰才符合美国的形象。大家都全部下面都一致的，没有例外，全部都在骂美国。可你看到今年1月1号之后，完全都不一样。你看1月1号，你看这时间点了，美国才是中国的好朋友啦。然后中美关系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双边关系，给美利坚人民共和国还有中华民族带来历史性的福祉，给世界带来前所未见的深远影响。你看中美友好万年长，哇，完全都是讲好的。那甚至连卡特过世的时候，你看卡特总统是中国的朋友，也是当时中美友好的这个维护者致敬。那讲那么多，就下面就有人开始反应了，他说：“是什么状况啊？几天没来，整个画风突变啊！”所以就是说，你看他几天没有来的时候，原本前几天大家都在骂，从今年1月1号开始，大家都在讲好，所以觉得你看，连中国网友都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美国才是中国的好朋友。对，中美关系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双边关系。那如果这样的示好，
对川普有用吗？是有改变川普的态度吗？而且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现在川普反而要做一个什么动作？虽然嘴巴说我跟习近平关系好，但是他现在要做的是封印中国，封印中国，让中国你永远就直接只能够困在你中国的领土上面，你休想动我美国的一些关键利益，把它封印起来。对，为什么这样说？我跟你讲，最近不是川普一直在讲说，我们要拿下格陵兰岛，然后拿下这个巴拿马运河。对，人家想说这两个关键，这跟封印中国跟美国什么关系啊？但是你看，他讲的很强硬哦。他说什么？人家问他说，你是不是这个愿意排除武力或者经济胁迫来取得巴拿马运河还有格陵兰的控制权？他说不排除。意思是什么？我准备用武力拿下巴拿马，我要跟丹麦买这个所谓格陵兰，用经济胁迫，我给他超高关税，我让他一定要卖给我，所以他是很强硬的哦。然后他讲到巴拿马运河，为什么？他说巴拿马运河对美国很重要啊，现在被中国控制啊。美国当年是把巴拿马运河交给巴拿马，不是给中国啊。所以他把巴拿马运河跟中国绑在一起，我要夺回巴拿马运河，不是从巴拿马夺回来，对，是从中国的手上夺回。而且他有可能，我跟他讲，他有可能会对巴拿马出兵，不是假的。他讲，你看他在圣诞节有一个文章，大家要看到这个意思哦。你看他说祝大家圣诞快乐，包括中国优秀的士兵们，他们精心但是非法的营运巴拿马运河哦，然后这个不希望巴拿马运河落入坏人之手。他讲是中国的士兵们对，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吗？当年美国跟巴拿马运河有巴拿马政府签一个条约，就是如果有外国的军队介入的时候，我可以用武力把他们驱赶。所以他特别用的是中国士兵，表示什么？他真的有可能会出兵到巴拿马去。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现在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在这个地方有2个港口，对，在2个港口有没有人管理？当然有人管理。这些管理的人，我只要说。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所以我就说他执政之后，他真的有可能会打巴拿马，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哦。好，那夺回这个格陵兰也是他一定要夺，他一定要想办法。那你更不用讲，台湾也是太重要，他嘴巴没有讲，但是台湾绝对是他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为什么？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就知道了。而且刚刚讲的，那美国是一个海权国家，海权国家里面，我就要把一些重要的隘口、重要的地点给拿下来。对，你说。当我把格陵兰拿下来以后，北极洋在我手上，我巴拿马运河，这是我的后门，我绝对不能落入别人的手里面。对，还有你说，如果今天台湾海峡我真的完全控制住的话，对，整个刚刚讲到，我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再包括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马六甲海峡，这个就把中国整个包围起来。没错，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在封印中国，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他当然知道他的困境，他要往外跑。我要有海权往外跑，好，你要海权往外跑，我就封住你。所以中国为什么要“一带一路”？他就是想要突破这个嘛，对不对？那我就现在把你反封锁，怎么封锁？你看，中国已经夺走了，他说巴拿马运河被中国拿下，我就要把你拿回来嘛，对不对？那格陵兰来说，他说什么？他说，目前为止，俄罗斯跟中国的船一直在这边来来回回，他们控制了北冰洋，他们如果潜艇在这个地方发射这个飞弹到我们中国、到我们美国来，我们没办法控制，所以我们要控制格陵兰。所以你看。控制格陵兰、控制巴拿马之后呢，那台湾海峡当然要控制住啊，连同这个所谓的这个马六甲，还有中东控制住之后，你看它是完全就把中国封住了。对，你的永远你的贸易条件全部都被我控制住的时候，我当然就可以把中国压制住。所以我才说，这个对美国来说是绝对利益，它要成为世界霸权，就必须要维持它的海权。它的海权维持住之后，我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国家。而且对美国来讲。其实中国这几年来一直在经营它的所谓的中南美洲，没错。这样，它现在已经在这个所谓的秘鲁搞一个前海港。对，这个前海港它是可以停军舰的哦。是，我已经在你的后门下了一步棋了。如果我现在刚刚讲的，在巴拿马运河里面，我的合记黄埔里面，以长江实业也有这2个港口。对，如果我再把巴拿马运河等于是我已经在你的后门生事了。对，没错。实际上控制巴拿马来说，有5个重要的港口，5个重要港口来说的话，合记黄埔在这边，还有在这边都控制一个港口，所以2/5头跟尾都是被他控制住，所以你就知道他不是2/2，对，他是头尾都控制了。对，头尾控制，所以你看他对这个整个巴拿马的等于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控制的力量。那甚至前几年的时候，这个中国一个这个蓝桥公司，他在里面买了一个岛，那个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也就是说。巴拿马运河事实上现在实控者真的不是巴拿马，现在真的是中国，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难以承受，因为美国的东岸跟西岸的贸易就是透过巴拿马运河，对，美国60%的商品是透过巴拿马运河，这样东岸西岸这样运来运去。那你知道这个巴拿马运河对美国来说多重要？美国的舰队在2次大战的时候呢，太平洋舰队跟大西洋舰队就是靠这个巴拿马运
运河那边走来走去，所以这个对美国有绝对的利益，现在被谁控制？被中国控制。他当然不能接受，川普绝对不能接受，所以才说他绝对有可能会用武力的方式夺回这个巴拿马运河。或者川普还都没有当选。中美又开始更紧张了，而且在很多地方开始已经有战争。刚刚讲，川普现在以中国为借口，我要拿下拿回格陵兰，我要拿下了巴拿马。现在不止如此，在韩国现在尹锡悦要不要逮捕的过程里面，我们跟你讲，尹锡悦现在谷底翻身，从原来的11%，现在到40%。还有我们也看到了布林肯居然跑到了韩国，虽然嘴巴没有讲尹锡悦，可是嘴巴都已经肯定说，我没有看到任何违宪违法的状况。好，那今天更妙的是，双方现在根本支持跟反对不是在对抗吗？对，居然喊出一个口号，什么口号？中国人滚出去！是你心里想说，这从头到尾不是就是中国这个韩国自己内部的一个政争吗？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现在是执政党的国会议员，也就是国民力量的议员金文店直接跳出来，他说什么？他说中国有非常多的公民在这个抗争游行里面假装是我们韩国人，要求要尹锡悦下台，真假的？所以他说其实你说在那个游行队伍里面是中国人，对，然后呢，不是只有他说，有另外一个也是他们的一样，是他们执政党的一个议员，也讲到说什么，我跟你说，我在现场听到非常人操着中国口音讲中国话，就是说要来这个里面要弹劾尹锡悦，他的意思就是讲什么背后有人操控，所以呢，他们现在这些执政党的议员纷纷把苗头指向中国，说原来这个最大的阴谋是谁要推翻尹锡悦，是谁要在韩国搞这样子的一个对立，原来后面其实就是中国，这是目前执政党议员讲出来的话。结果后来中国讲什么？中国说你欧北够，然后就开始很生气，他说你们不要是你们自己那边好像转移焦点，好像有点没心的看打出兵。简单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自己的事情不要扯上我们中国关系。但他也特别强调，他说在韩国的中国公民远离政治活动，这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另外就是他们现在也拍出了很多的一个照片，对，你不是讲过你不承认有中国人进来吗？那我刚刚讲到，大家虽然喊的都是韩文，可是你这个背章是什么？你这个背章上是中文，你明明是一个中国人，喊着韩国的口号，叫尹锡悦下台。是，而且我跟你讲，好像类似附近的人还蛮多，所以他们等于是一群一群。这也是为什么当这些执政党的议员跳出来讲的时候，就算你中国这个驻韩国大使戴宾啊，就讲到说没有，他们可能只是现场观看，但是心想说，最好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同时在这个场合里面来就是要求弹劾尹锡悦？这是他们在喊着要求弹劾尹锡悦的另外一头是什么？就是声援尹锡悦的，就是声援尹锡悦，他们讲什么中国人走开，然后就开始喊啊，就是说怎么删除中国势力啊，然后就喊就是说一方喊逮捕尹锡悦，另外一版说什么你的这个所谓的弹劾无效，两边人就喊来喊去，突然有人就开始喊什么逮捕李在明，然后想说为什么突然要逮捕李在明？好，为什么说逮捕李在明？因为李在明他们现在认为李在明事实上他背后就是北韩跟中国的势力，甚至他们认为他们把李在明视为是反美，因为李在明多次把美军驻守在韩国的称为他们是占领军，所以他们现在怎么讲？现在居然有人指控大量的中国人乘着飞机到韩国，冒充韩国的民众，加入反政府的一个抗议。是讲这话的是谁？是美国那个退役的上校。美国退役上校。对，而且我跟你讲，他讲的是，根本就美国介入了嘛。我跟你讲，不要说美国介入，中国也介入啊，所以代理人是真的不演了，全部都直接在韩国土地上开干了。这美国他直接讲什么？他说2/3。他说有超过2/3的这个声援呢，就是说要求尹锡悦下来的人，他说都是从中国过来。我是觉得2/3也许有点太夸张，跟我家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所指的意思，但至少你看到，竟然美军的退役上校直接介入这件事情。对，也就是换句话说，现在感觉上整起事件已经不再是韩国自己执政党跟在野党的问题，而背后其实确实是有绞尽的一个焦点存在。所以现在讲说最重要，今天在大家的观察什么？1月8号就是现在他们要求第2次逮捕尹锡悦。所以我跟你讲，两方也都是开始布阵，你知道吗？甚至现在已经有韩国的媒体就讲到说，我们这个高级公务人员犯罪处的公搜处的处长吴东玉直接讲说，必须要下定决心，将这一次也就是8日的这一个逮捕行动视为是最后的作战。最后作战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要成。你知道动员多少人？他动员1300人嘞。
他动员千300还扣了，还说什么我们因为前面已经有什么围住然后中间有很多的那个他们自己的有点像是禁卫军，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直升机，然后透过这样爬下来的方式，然后去逮捕李学，讲的其实很恐怖哦。但是另外一方面，所谓的警护处长这个警护处长当然是蒲忠俊，他当然就是要保护李习月的，他也就是说我告诉你，你不要乱动，你乱动，你有1300人，我一样有1300人，而且我还有干扰无人机的设备，而且我还有一些探测手的一大堆手枪的，所以你现在感觉起来好像有点两方对峙，恶意螺旋越来越高，会不会真的一个所谓的内战就会在近日展开？吴总，你曾经讲过，川普如果再回来的话，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主旋律就是美中对抗。可是跟一开始不是讲吗？中国已经放软了，中国在之前还骂美国说你是猫哭耗子假慈悲，还说你是不断的去介入国家的内政，别人是入侵，你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权的轮替。对美国没有一句好。可是我现在都讲了，中美是这个所谓的友谊长存啊，中美是世界上最好的关系啊，我都姿态放软了，还不够吗？不。川普一直强调他跟习近平的私交，每次强调，每一次强调完的话，他手下又做一个怪动作出来，就是戳他一刀嘛。所以川普跟习近平的私交是一件事情，但是他对围堵中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他是失利，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啊。对。但是你看到今天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在海湖庄园的演讲，我是有看了，我没有全部看完，看了一大半了。他另外有一句重要的话。他把墨西哥湾的名字改掉，美洲湾他 Gulf of Mexico 把它改成美国湾，对，把它改成美国湾，它是什么意思？所以你要知道，川普这次的2.0回来，他有一个核心的思维，就是他的 MAGA 是什么东西 ？MAGA 是真的100%的美国民族主义嘛，这个也就讲难听，就是大白人沙文主义的一个进阶版嘛。他考虑到是什么东西呢？他考虑到是他美国利益嘛，所以他现在是完全是美国利益。美国湾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眼中只有美国，没有看到别的东西。只要我美国符合美国安全的，对，他要拿格陵兰的目的不是为了利益，他是美国安全，所以我要把格陵兰拿回来。对，那丹麦就昏倒了嘛。那丹麦又昏倒的情况之下，他会不会松手？他不会松手。那可是丹麦释出一个气氛啊，说我们愿意跟美国一起合作经营极区的利益。就是这个在这个附近的这些的相关的一些，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冰川在融化嘛，冰川融化之后有很多稀土不断的冒出来了，那这个东西川普一定要去干这个事情的嘛。然后你说他然后巴拿马他讲的更离谱。他说：“我们当时把巴拿马还给巴拿马的，是要还给巴拿马。现在巴拿马不是巴拿马人了，现在中国人在经营巴拿马，所以我们要从中国人手上把巴拿马运河拿回来。对，他的逻辑是这个逻辑，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吗？他的道理都对啊，他就是美国利益，所以他这个会不会干？他当然不排除军事。”他当然不排除用军事的方法。他过去在巴拿马用过军事方法没有？用过嘛？就跟那个洛瑞加，他直接就派特战部队把他押回来，到美国法庭审判呢，贩毒他直接在用刑事犯罪把他关了好几十年，这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这个事情都开始在干了。我刚刚讲的这个脚步越来越接近了，他的焦虑感也跟着浮上台面了，你知道吗？这个1月20号。这个 deadline 之前，这非常多的事情要完成。这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核心第一目标是中国，但是更大的事情是整个它的 MAGA 的这个铺排。对不对？当然，为什么中国要示软？因为它现在碰到它内部非常大的问题，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经济问题之外，它的社会控制力感觉上也是越来越弱了。你都很难想象，在中国一个学校里面，我看到画面，把我吓死了。竟然公安进来了，公安进来的状况下，居然还可以聚集了上万人。聚集上万人的状况下，还可以把公安给打出去。是，你知道吗？总共今天1月5号这个场合，总共聚集了大概有5万人，这5万人全部都是这一个浦城附近的居民。为什么？他们我们听看，放的声音很大对，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党性的高中生高职生，他在1月1号的时候跟另外一个郭姓的高职生2个起了冲突，结果没有想到在1月2号清晨的时候，那个党性的高中生竟然从高空坠落，然后人就已经死亡了。结果呢，经过了被从高楼丢下去。对，但是你知道吗？荒谬是在上面，荒谬是
学校当时做出来调查报告是说是这个孩子亲生的，结果呢就通知这个父母到现场，就党性的妈妈到现场之后，一直有大概10几个小时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孩子的大体，后来看到孩子大体看了一眼，吓呆了，怎么吓呆了？脖子以下竟然很多的淤青，所以他就说他妈妈就出来讲说我孩子是被打死的，我孩子的遗体是被丢下来的，所以后来1月3号、1月4号开始有聚集人要求公安、要求学校给个交代。你刚刚听到的放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就是在党庆的舅舅，他到学校要求要一个真相，结果没有想到聚集的公安就把那个舅舅抓进去，而且打舅舅。后来他们其他的居民看到之后，有没有看到大家都跟着进去，就叫他们放了舅舅，放人，然后双方的对峙情绪越来越高，到后来因为警察开始动武力，开始打人之后，后来其他的那些其他的居民也绕狼来，所以最后变成1月5号的时候，涌进了5万人包围这个学校。5万人。对，而且我跟你讲，他们甚至有逮到那个副校长，就跟他讲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孩子明明是被先跑的是公安，对，直接拿东西丢公安。是因为那个一开始是公安先打人，后来他们对附近居民越来越生气之后才会围起来。他们说这大概是近2年来全中国最严重的一起所谓的校园而衍生出来的冲突抗争的一个事件。前一次大概就是一个白纸革命，所以他们就讲到说，为什么这一次事件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愤怒？最主要原因就是被人家发现说，所以我刚刚看的画面是穿着制服的公安被打出学校，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先动手去打陈抗的人，然后呢，现在就变成学校这个部分就冲突越来越大。后来被人家发现说，原来打人的那个郭姓的那个高中生他背后是有靠山的，他的一个不知道是他爸爸还是他的亲戚，有一个人是高官，所以就怀疑说学校呢到了那个公安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在掩护他们、包庇他们，所以才会做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什么结论呢？第一个，这整起事件没有所谓的霸凌或斗殴事件；第二个，这整起事件是轻生，没有任何的刑事犯罪。你这2点讲下去之后，那难怪大家都炸锅。如果没有任何轻生事件，怎么可能这个孩子脖子以下全部都是淤青？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女生叫做李雪。我看到才知道说，她出来指控中共的也是一样，出在公安就讲，原来你发生任何事情了以后，我只要对你不爽，我随时都可以把你抓到精神病院。然后这个女孩子，她真的被抓到精神病院，回来以后她指控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小孩子就人间蒸发了。是，这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还蛮难过。你看长得这么漂亮的女生你知道吗？她是在2022年的时候3月的时候，因为一起民事的案件，她上了当地的一个警察局，想要去报案。结果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刑警看她漂亮，看她可欺，然后呢就开始要对她毛手毛脚，然后我要这个女孩子个性也是很那个刚硬的，他就跟她就是在那边抵死不从，然后2个人弄到了大概天亮，然后本来是可以全身而退，后来到了隔1个月之后呢，这李一雪就说，我本来是要报案的，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所以他要往上报，去举报这一个举报这个赖姓的员警对他就是毛手毛脚，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的情况，那个赖姓员警竟然闹了5个还10个人，就把他给就是欺负他，然后而且呢就把他那个抓了之后呢，就说他精神有问题，他精神有状况，把他竟然直接送到了精神病院，就把他抓去关了。然后呢，在抓去关之后，这个女的就是被抓去关，再消失好几个月，后来被放出来，从2023年开始，她就不断的就是去控告，而且就说这个精神病院说我没有精神疾病，为什么你可以光凭这个远景的这个口供，然后就把我抓去关那么久？第二件事情，你们总共这个赖姓5、6个大男人，全部都在欺负我，我是被欺负，而且他非常勇敢，因为他大概从2023年、2024年不断的去打官司，同时他在2024年的12月的时候，他在他的自己的他的那个网络上直播，他就跟他讲诉冤屈，他把他所有冤屈就跟大众讲。我很难想象，我看那个小女孩李雪长得这么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你知道她在精神病院，她说为什么丢精神病院？你丢精神病院不用任何理由，我如果今天要这样司法审判，我还要去找理由。丢精神病院只要说你有问题，我把你丢进去。她说她受到什么？她被捆绑，她被强制灌药，她被丢在一个完全私人的监狱里面，还有她被做了一个人体实验。他被扎针，然后呢，他还做了一个什么电休克疗法？你拿电去电他，让他休克，还有直接把他的这个所谓的身上的这个所谓的财物全部侵占。是，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到一个更可怕的，就是说他后续还增加了2个侮辱女性。
然后呢，就代表了说非常多人哦，其实都是被莫名其妙送进去这精神病院，然后送进这个精神病院之后，竟然不用任何的证明。虽然后来他其实是想要为自己伸张正义，然后去告官，然后告所有欺负他刚刚提到那些远景。结果后来呢，这些人目前为止竟然没有任何事情之外，在12月14号，他在直播的当下，他就说现在已经有10几人冲过来，然后呢，没有想到他讲完11月14号之后，人就下落不明，然后完全找不到。你说2024年的12月，对，结果后来呢，就到后来大概隔了1个礼拜左右，就有人故意在说，哦，他其实呢现在没事的，但是他又病发了，所以呢他现在是在休养当中。又有人释出这样的讯息，结果一到就1月4号，也就2025年1月4号，有网友在网络上说，事实上他已经辞世了，他应该是被人家给谋杀了。所以现在网络上，包括有一些央视一些节目，很多的网友在上面直接留言，就是释放李宇雪，李宇雪人呢，李宇雪是生是死，大家都想要帮他讨个公道。对，我们刚才讲这个普城事件，等会我们再看当时有多么激动。你说这个事情在中国真的烧起来了，非同小可哦。你知道5万多人然后上街头要求要放人，然后这什么地方呢？这个浦城县的左边就是习近平的老乡，就是老家，就是什么富平县。右边就是什么梁家河，梁家河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习近平当知青下乡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如果他连老家都保不住的话，这么多人上街头抗议，他会不会跑到外溢到其他县市去了？而且不要小看哦，因为习近平他爸爸习仲勋的墓啊，有人说叫做上访村。什么叫上访村呢？就大家如果不满意自己的这边的执政的，就有冤屈就跑，不是跑北京哦，是跑到富平县他老爸的坟前去跟他老爸哭诉。如果说这个浦城事件没有好好处理的情况之下，整个陕西就是习近平的老家，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扩散来讲，里面中国内部有多少压力锅啊，不断的一直爆出来的情况，其他省份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如果这山西很凶悍的，如果对陕西人是很蛮凶悍的，那个陕西那个又是古都的个地方，那这时候如果你连陕西都压不住的话，其他省市怎么办？其他省市说不定这些压力锅都一个一个上街抗议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内部来讲的话，习近平的问题真的是还蛮多的哦。但是外部来讲的话，你看到川普在干什么事情？还没上任，就整个把这个中国的整个锁要全部把它锁起来。你看，他说格陵兰，你说那个巴拿马，甚至于说台湾海峡，甚至于说整个南海、马六甲海峡，整个局面来讲的话，还没上台就已经做事声浪了，就是干嘛？什么意思？就是要把中国把它整个封印起来，有点像什么东西？就像把孙悟空压在五指山底下，让你连动弹不得。那这个目的在干嘛？就是让美国趁这个机会的时候能够跑在前面，越跑越远，让你中国永远追不上。所以真的把它临兵斗阵给封印起来。是啊，那你看到那个北冰洋的整个地形、战略地形来看的话，非常非常清楚啊。为什么呢？你现在他不是前些日子还跟杜鲁道讲说，要么你加拿大做回一个州就好了嘛。然后在旁边来讲，北冰洋，对他要北冰洋，为什么北冰洋呢？因为他知道说未来如果中国他如果用跟俄罗斯合作的话，这种所谓的地缘战略来讲的话，美国一向都是海权立国，海权为主的地方。如果北冰洋被他夺了情况之下，怎么办呢？以后美国有可能来讲的话，背面都会受到威胁，因为这个地方早就有中国。你看，中国之前来讲的话是要投资这个格陵兰岛哦，干嘛一大堆机场跑到要中国来扩建，要来中国盖港口，结果全部都是美国施压的情况之下，要求丹麦不要让给中国。所以现在其实，在川普第一任任期的时候，早就要做的事情，只是延到第二任来做而已。但是他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个动作，不管是他扬言说要用武力，我认为啦，川普讲话有的是真的，有是假的，真真假假。但是对于这个所谓的要格陵兰要丹麦格陵兰卖给他这件事情，还有巴拿马这件事情，要甚至用武力要夺回来，其实我认为他讲话是玩真的。好，但是宇轩，刚才讲现在中国有个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全世界的财经媒体都在报道，是说，在全世界上讲的 iPhone 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硬的，结果没有想到 iPhone 居然在中国大降价。那只有在 iPhone 在大降价吗？没有，华为的 Mate 其实也是大降价，代表它的经济真的有问题了。中国刚才讲到非常多维稳以及内部动荡的问题，但其实它追本溯源有个最重的原因就是经济。为什么？因为你仔细看 iPhone 呢，这是基本上的人手一直都应该有的手机，但它在中国的市场，首先它已经面对到整个销量下降了将近快要一半，跌了47.4%。
iPhone 掉了47%，对，代表说根本没有人要买。你想想看哦，最新的 iPhone 哦，16 Pro、Pro Max 哦，就没人要买，所以他们为了要刺激经济、刺激消费，是做到什么地步？做到说我每只手机有些降价大概1000人民币、1350、700，所以最多大概多少钱？大概快要我们讲的4297块台币。你想想看，整整少掉快要5000块哦。就是这样打折、促销再促销，清仓大拍卖，等于说销库存。但是呢，民众一样兴致缺缺，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如果连最基本的每个人的必需品，而且手机是2、3年就要换一只，都没有办法买不起的话，那你就想想看，中国内部经济出的问题。对，包括不只是这样，连这个经济学家他还出来也讲说，哎呀 ，GDP 5哦，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假的，其实成长率大概只有2%而已，也被封杀，也被惩治。但你想想看，到这种地步，他们干嘛？只能到假装上班的公司去上班。